1974年，当哈耶克站上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时，没人会想到4年后哈耶克会在巴黎摆下擂台，结果竟无一人敢应战。而他留下的7句话，句句戳穿人性真相，最后一句彻底颠覆你的认知。因为哈耶克的思想就像一把手术刀，早已把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癌变组织解剖得干干净净。他留下的7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每一句都像一颗钉子，钉在人类认知的盲区上。今天我们一句一句拆解哈耶克的智慧，尤其是最后那句，一定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彻底颠覆你对自己、对社会、对善意的全部理解。第一句，他说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2005年，孟加拉达卡郊区，一个名叫拉赫曼的穷裁缝，每天靠缝补衣服赚不到1美元。他想买一台2手缝纫机，需要50美元，这笔钱他攒了2年都没攒够，因为没有抵押物，银行拒绝贷款，因为不认识官员，政府扶贫名额轮不到他，因为种姓太低，村里的长老也不会帮他。拉赫曼几乎绝望了，但就在那年，一个叫格莱民银行的小额贷款机构走进了他的村子，没有抵押，没有担保，甚至不需要识字，只要拉赫曼能找到另外4个同样贫穷的妇女组成一个小组，每个人就能借到50美元。拉赫曼照做了，他用这50美元买了缝纫机，开始接批量订单，3个月后还清贷款，6个月后买了第2台机器。今天他的小作坊雇了12个人，其中10个是曾经和他一样穷的女人。哈耶克想告诉我们什么？权力是排他的、封闭的，需要关系和人脉才能触碰的东西。你不可能靠努力就当上村长、局长或国王，但金钱不一样，金钱是开放的、平等的、不带偏见的工具。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不会因为你是穷人就不肯进你的口袋。金钱可以被任何人积累、使用、交换，它不需要你认识谁，只需要你提供价值。穷人可能永远无法拥有权利，但他完全可以拥有金钱，只要市场允许他自由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哈耶克说，金钱是最伟大的工具。那些仇视金钱、鼓吹金钱是万恶之源的人，往往恰恰是不想让你拥有这个工具的人。第2句，为什么一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中国某2线城市市中心有一条主干道，早晚高峰必堵，一堵就是2小时，市民投诉了10年，政府也解决了10年，拓宽车道，增设红绿灯，限号通行，修建天桥，钱花了几10个亿，堵车却越来越严重。直到一位刚调来的年轻交通工程师私下做了一次调查，才发现真相，每次治堵工程都是由同一家本地建筑公司中标，这家公司的老板正是交通局局长的亲弟弟。更讽刺的是，最堵的那段路旁边就是这家公司新建的一座收费停车场，堵得越厉害，停车场的生意越好。换句话说，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桩生意，只要问题还在，钱就能一直赚。如果有一天堵车真的消失了，局长的弟弟去哪儿拿工程？交通局的预算从哪儿来？那些靠制堵项目吃饭的上百号人又该怎么办？所以问题永远不会被根除，因为根除问题的人恰恰是靠问题吃饭的人。哈耶克的洞见，这种现象远不止于交通，在很多组织、机构甚至整个国家体系中，一旦某些人从问题中获得利益，他们就会下意识地维持问题，而不是解决它。这就是为什么官僚机构越膨胀，办事效率越低，为什么一些法律越完善，犯罪花样越多，为什么教育改革搞了几10年，孩子的书包却越来越重。真正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从外部、从边缘、从那些不依赖问题生存的人那里来的。如果你发现一个问题长期存在，反复发作，越治越糟，不妨问问谁在靠这个问题活着。第3句，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往往要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好得多。很多人一听富人得势就咬牙切齿，但哈耶克这句话的关键在于比较。他说的不是富人得势有多好，而是说他比另一种情况，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要好得多。我们来看2个国家，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
朴正熙政府扶持了一批大财阀，三星、现代、LG 等。这些财阀的创始人确实富可敌国，但他们是怎么富的？他们通过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出口贸易，把廉价的手表、衣服、轮船卖到全世界。他们得势是因为他们先富了，而不是因为他们先有了权力。另一个是同一时期的某资源型国家，石油、矿产全部归国有，只有总统的亲戚、党的干部、军队的将领才能拿到开采权。在那里致富的唯一途径是靠近权力。你想开一家公司，先要拿到批文；你想批文，先要送礼；你送礼，先要认识某位原部长的小舅子。最终，所有的财富都流向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底层民众连面包都吃不起。哈耶克的结论很残酷，但很真实。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社会里，富人之所以富，通常是因为他们满足了别人的需求，造出了更好的手机，开了更便宜的超市，拍了更好看的电影。他们的财富来自交换，而不是来自掠夺。即使他们因此获得了政治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受到竞争、舆论和法律的制约。但在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社会里，权力本身就是唯一的生意。普通人哪怕有天大的本事，只要不混进那个圈子，就永远别想翻身。两种社会你选哪个？第四句，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需要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想象一下，你在非洲某部落里，部落酋长拥有绝对权力，他今天高兴，你可以随便出门；他明天不高兴，就下令把你关3天，没有任何书面规则，一切全凭酋长的喜怒哀乐。你觉得你自由吗？很多人会说自由啊，因为没有法律约束我。但哈耶克会反问，你真的自由吗？你的自由随时可能被一个人的念头夺走。你今天能出门，不是因为你有权利，而是因为酋长没拦你。这种自由本质上是奴役的间隙。现在换一个场景，你在德国开车上路，你要靠右行驶，红灯停，绿灯行，限速100公里。表面上看，你被无数法律限制了，但恰恰是这些法律让你可以放心地踩油门，因为你知道对面不会突然冲出一辆逆行的车，你知道十字路口不会有行人乱窜。法律不是锁链，是轨道。没有轨道，火车哪里也去不了，有了轨道，火车才能全速奔向远方。哈耶克的定义非常精妙，自由不是没人管我，而是我只服从于普遍的、平等的、事先公布的规则，而不服从任何具体的人的命令。在法治之下，你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讨好任何官员，不需要担心今天出门会不会被某个权贵的儿子撞了白撞。你知道边界在哪里，在边界之内，你是自己的主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那些喊着不要法律，要绝对自由的人，要么是天真，要么是想当那个随意命令别人的酋长。第5句，如果延续人类自由迁徙，那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过去10年，中国人口流动最显著的趋势是什么？年轻人从东北、西北、内陆小城涌向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地区。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深圳常住人口比10年前增加了714万，而黑龙江减少了646万。这些人不是傻子，他们是用脚投票的理性动物。哪里就业机会多，哪里营商环境好，哪里法治水准高，哪里不需要找关系就能办事，他们就往哪里去。哈耶克早在几十年前就说过，人流是文明最诚实的指针。如果一个地方的人纷纷离开，不要听当地官员怎么吹，不要看 GDP 怎么涨，不要信宣传片怎么拍，看火车站就行了。人往高处走，这个高不是海拔，而是自由、机会、尊严和法治。历史上，欧洲的移民流向美国，中国的民工流向沿海，印度的 IT 精英流向西谷，无一不在验证这个道理。反过来看，所有试图用围墙、签证、户口、证件来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本质上都是反文明的。因为自由迁徙是检验制度优劣的终极标准，好的制度留人，坏的制度关人。哈耶克这句话不仅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更是对人类良知的拷问。你的家乡是让人想尽办法留下的地方，还是让人想尽办法逃离的地方？
第6句，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1961年，柏林墙竖起之前，东德政府向民众许诺，只要你们放弃西方式的混乱自由，国家就会给你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全包。许多东德人信了，留了下来。但结果呢？工作是有保障，但你被分配到一个煤矿，一辈子不能辞职。住房是有保障，但你一家4口挤在40平米的预制板楼里，而且不能搬家。医疗是有保障，但看牙要排8个月的队，进口药只有干部能用。教育是有保障，但你的孩子必须加入少先队，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开除大学资格。最可怕的是，当你发现这一切不对劲，想要重新选择自由时，柏林墙和机关枪告诉你，晚了。1989年，东德人用脚推倒了那堵墙，他们用血泪证明了哈耶克的预言。任何承诺用自由换取保障的交易，最终一定是一场骗局，因为真正的保障必须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你有权换工作，才谈得上工作保障；你有权换房子，才谈得上居住保障；你有权批评医生，才谈得上医疗保障。一旦你放弃了选择权，所谓的保障就会变成施舍，而施舍随时可以被收回。历史上所有的大饥荒、大清洗、大迫害，无疑不是从我们替你保障一切开始的。记住，没有自由，保障就是牢笼。第7句，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想法。1796年，英国商人罗伯特·欧文买下了苏格兰的辛拉纳克棉纺厂。他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人道主义者，痛恨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他决定做一个实验，把工厂变成理想国。他建了宽敞的宿舍、免费的学校、廉价的食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甚至禁止童工。全欧洲的进步人士都来参观，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先知。欧文觉得这还不够。1825年，他卖掉所有家产，跑到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叫新和谐的公社。这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金钱，没有竞争，一切按需分配。欧文在《新和谐报》上写道，我们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结果呢？不到2年，新和谐就彻底崩溃了。最勤奋的人发现自己多干活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于是也学会了偷懒。最聪明的人发现反正生产多少都一样，于是不再创新。最老实的人发现仓库里的食物总被几个懒汉偷吃光，于是也开始藏私。到1828年，公社散伙，欧文赔光了所有钱，灰溜溜地回到英国。哈耶克的洞察极为深刻。欧文是坏人吗？不是，他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创造天堂，但正是这份真诚的善意，让他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性不是一张白纸，市场不是一种罪恶，价格和利润不是偷窃，而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所有试图用整体设计取代自发秩序的尝试，无论动机多么高尚，最终都会导向混乱、贫穷和奴役。20世纪的苏联、柬埔寨、委内瑞拉，哪个不是从最美好的愿望开始的？哪个不是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建起了古拉格和集中营？哈耶克用一生警告我们，警惕那些手里拿着天堂蓝图的人，他们往往会把你的房子拆了，然后告诉你天堂还在路上。1992年3月23日，92岁的哈耶克在德国弗莱堡去世。他走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福山正兴高采烈地宣布历史的终结。很多人以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哈耶克的正确，从此世界将沿着自由主义的道路一路狂奔。但哈耶克如果活着，一定会冷笑一声，因为他知道乌托邦不会死，他只是换一副面孔。今天我们依然听到要保障不要自由的口号，依然看到用善意包装的控制，依然遇到那些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的荒唐。社交媒体上的资讯茧房，大学里的言论审查，政府里的过度监管，每一种都在打着为了你好的旗号，
蚕食着你我最后的自由。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写道，市场是漫长历史中自发形成的秩序，个人自由是人类繁荣进步的唯一途径。失去个体自由与市场机制，繁荣终将沦为泡影，社会将滑向秩序崩塌的深渊。这不是预言，而是已经被反复验证的规律。有人问，如果世界上只有 5% 的人真正理解哈耶克，人类还有希望吗？答案是有，因为文明的进步从来不需要多数人成为思想家，只需要少数人坚守常识，而多数人在灾难来临时还有机会听到这些声音。哈耶克就是那个声音，穿越半个世纪的炮火、迷雾和谎言，依然清晰锋利，不容置疑。瑞典国王曾称哈耶克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但哈耶克自己大概不会在意这些头衔，他只会淡淡地说一句，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如果这些实话让你不舒服，那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你的牢笼在晃动。